共和党挖坑，民主党甩锅，美军不配合，佩洛西的政治生涯会不会修上加修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根据导航信息还有各方面的报道显示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搭乘的 C-40C 运输机离开美国本土之后，上演了一部大片，一路向西到了新加坡。到底他会不会去台湾呢？公开的行程里边已经没有台湾字样了。不过会不会到时候再一次临时加戏，大家在观望。而前几天就在拜登借军方的话表示反对佩洛西去台湾之后，又一个高度关注佩洛西之行的名人，就是特朗普啊，又冲出来对佩洛西进行了猛烈的打击。他说：“为什么南希·佩洛西要插手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事儿呢？而不是赶紧为她可能涉及幕后交易和信息诈骗的丈夫找点麻烦，或者弄更多的钱呢？只要是被佩洛西接触的，都会导致混乱和破坏。而他最不应该搅和的就是中国事务，他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。”然后特朗普还用3个惊叹号表示佩洛西真是一团糟，后边仨叹号。特朗普跟佩洛西一直就是一对冤家，原来是拜登跟佩洛西组队，围绕大选问题跟特朗普互相攻击。而这次呢，特朗普跟拜登站在一起了，一起指责佩洛西，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分房分组机制了。而且这次特朗普一上来直接就用佩洛西的国会山股神问题进行嘲讽，说她跟她老公2个人在政界、商界联手搞内幕交易敛财，短短2年时间，几十万美元投资已经变成了几亿美元，号称一个佩洛西顶100个股神巴菲特，现在都有新概念了，叫做佩洛西概念股。佩洛西现在80岁了，马上就要告别政治舞台，当然也不想带这么个名声走人，所以走了这么一步险棋，要沾点政治正确的光。不过这步棋被美国共和党马上就发现了机会，当然要把佩洛西架在火上烤。他们说：“中国反对你去，你就不去吗？你这就是认怂。等以后我们共和党人当了众议院议长，我们一定会去的。”到了这个时候，佩洛西都没法下台阶了。所以也能看得出来，他的政治智慧确实不如特朗普。人家共和党大佬摆明了要佩洛西自己一个人去台湾，共和党大佬家里边有事儿不参与，那佩洛西就不敢回一句：“你不去，凭什么要我一个人去？”而拜登和美国军方不支持佩洛西的行动，其实也跟特朗普说的一样，这种冒险会让中美进入战争风险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现在应该在头疼，这老太太瞎折腾，如果逼着美军为她开战，美军也觉得冤呢。而且解放军现在已经是备战了，最近解放军多处演习，沿着台湾海峡一路排开，东风17的发射视频公开展示，这都带有明显的警示作用。有些网友还不明白呢，说解放军都说了备战，怎么中美2国元首谈话还说如何合作？为什么拜登还说什么一中原则？甚至有人在评论区还嘲笑咱们中央又怂了。估计这些网友没有想明白，中央军委主席和解放军各集团军谁指挥谁呀？其实备战、演习、首脑会晤这些手段都是相辅相成的一套动作。因为中美首脑会晤是跟美国政府谈，不是和美国国会众议院谈。拜登不想跟佩洛西一起被共和党埋在同一个坑里，所以中美首脑会晤中，这就有可能出现了一些利益共同点，一定要争取把佩洛西的影响边缘化。要知道，这次拜登受打击挺严重的，他连自己人都管不住的话，大选中民主党可经不起一次内部大分裂。当然，我们倒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扩大民主党跟共和党之间的矛盾，甚至还可以扩大一下民主党内部的矛盾。所以呢，备战这件事儿不仅仅我们想看，拜登跟美军可能也希望解放军的备战动作再明显一些，再硬气一些，再狠一些。因为我们表现得越强硬，民主党内部反对佩洛西的理由就可以更充分。美国人也是很会玩宫斗剧的，所以不排除米利说了要提供保护，但是也有能力做些小动作。比如说，佩洛西搭乘的飞机是 C-40C， 没有和美国军方指挥体系相连接的通讯功能，这个待遇就比搭乘民航客机略微高一点点。而且不是因为当年的911事件的话，佩洛西作为众议院议长出门也只有资格坐民航飞机，也就是911之后才要求众议院的议长为了安全坐专机。而且更有戏剧性的是，美国五角大楼前天在记者招待会上澄清说，所有军事资产都没有去台湾周边部署，还要求所有 F-35停飞，
原因是4月份发现弹射座椅有可靠性问题，有些弹射座椅没有装发射火药，弹不出去。好吧，没有 F-35可以对抗歼20了，所以这一路不安全。如果说不想给佩洛西护航，这个理由貌似是很充分。那么海军不是还有 F-18可以用，可以护航吗？马上宣布 F-18全部停飞。美军没有说不保护佩洛西啊，但是没飞机，等我们先去国会要钱再说。共和党那边是麦考尔挖坑，特朗普埋；民主党这边是拜登拉着美军表态反对，这就形成一个诡异的局面了。如果佩洛西这次行动被边缘化，没有赢得美国国内的一片赞誉，或者说中美开战，佩洛西点火成功，让美军付出巨大代价为他买单，他的政治生涯都会以污点告终。所以前天中央电视台的六公主夜观天象，默默为飞来飞去的佩洛西播放了一部来自他祖国的电影《鸟人》。好，关于佩洛西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大扑腾，会不会让他摔得更惨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谈。